一直以嚟咧都知道阿坡中意畫畫嘅，但係咧就冇親身去睇過佢啲作品。咁終於咧就等到佢喺香港舉辦佢嘅首次個人畫展。咁今次呢個畫展呢，就會喺3月30號去到5月13號喺九龍圓方商場裏邊一個叫做 Shout Art Hub and Gallery 嘅地方舉行嘅。咁今日4月1號呢，我就約咗 Beyond 4代歌迷一齊去睇呢一個畫展。咁今次呢個畫展呢，大概就展咗20幾幅阿坡嘅作品。我哋一入到去畫展呢，第一時間就睇咗個畫展內容介紹先。咁我哋睇緊個介紹嘅時候，有2句說話呢，我哋就覺得好 confusing 嘅。咁第一句呢，就係九龍寨城，俗稱九龍城寨或九龍城。咁70後樂迷呢，就話九龍城寨之前叫做九龍寨城就聽過，但九龍寨城又叫做九龍城，佢係真係未聽過嘅。咁佢一出世呢，就住喺九龍城，咁佢話九龍城就係九龍城，九龍城寨就係九龍城寨，係2笪唔同嘅地方。咁第2句呢，就係黃貫中童年生活成長啲真實景象。咁60後樂迷就話啦，咦，點解乜講到阿坡好似喺九龍城寨大咁嘅？我就係知道佢細個係喺九龍城住，咁呢就成日入去九龍城寨玩嘅。咁我之前就睇過一個關於九龍城寨嘅紀錄片啦。咁其實九龍城寨呢笪地方都幾恐怖噶。咁啲人會用黑暗之城啊、人間地獄去形容呢一笪地方。咁因為佢係冇網管啦，又污糟邋遢，又多罪案，係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地方。因為其實佢好細九龍城寨，但係佢住咗好多人。咁總之你諗到唔好嘅嘢，你都可以喺九龍城寨裏邊見得到咯。咁所以我就好奇怪，點解阿坡會同呢一笪咁樣嘅地方扯得上關係呢？幾凄慘啊！你睇下我哋城寨啲人。咁我就做資料搜集啦。咁我就原來阿坡佢細個呢就住喺九龍城嘅。咁佢就成日呢就會入去九龍城寨嗰度玩。咁因為九龍城寨就應該係喺佢屋企附近嘅啫。咁我諗，因為阿坡細個成日入去九龍城寨玩啦，咁佢應該會見到好多九龍城寨即係最唔好、最黑暗嘅一面。咁所以佢想借住佢今次嗰啲作品嚟表達翻去童年對於九龍城寨嘅所見所聞嘅一啲回憶咯。咁我之前都講過啦，九龍城寨只不過係九龍城嘅一部分，佢個地方唔算好大，得6.5英畝，就相等於3個標準嘅足球場。裏邊呢就有超過300幾棟建築物，就住咗超過3萬幾人。最高峰嘅時候呢，就住咗超過5萬幾人，係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地方。咁你可以想象到佢哋生活空間嗰個面積，除出嚟就等於一個電話亭裏邊住咗2個人咁大咯。咁雖然九龍城寨咁細啦，但佢裏邊有8條主要嘅街道，咁超過30幾條大大細細嘅窄巷，咁結構係非常之複雜，咁就好似一個迷宮咁樣咯。咁如果唔係喺城裏邊住嘅人呢，外來人一入到去呢，就好似去咗一個好大嘅石屎森林，一定會蕩失路，即係好難翻出嚟咯。所以阿坡今次嘅畫展呢，用咗一幅好似森林嘅畫做主題畫，同埋用咗同城迷路嚟做標題，我覺得好貼切。其實如果要講翻九龍城寨呢一個咁特殊地方嗰個歷史背景呢，係要追溯到去宋代嗰個時期嘅。咁所以最簡單嘅講法呢，就係其實喺1898年，咁中英就簽訂咗條約啦。咁英國就以99年呢個年期就租借咗新界。咁但係當時呢，清政府呢就依然係保留咗城寨嗰個統治權，咁喺城寨裏邊呢，依然係有清廷嗰啲官員駐守嘅。不過呢，就過咗1年之後，即係1899年啦，咁英國就派兵佔領咗城寨，咁就將嗰啲清廷官員就趕走，咁同時呢，就宣布咗呢，城寨亦都係香港殖民地嘅一部分。因為中英政府呢冇簽訂一個租借城寨嘅條約啦，所以當時英國政府喺城寨呢個地方呢係冇一個實際嘅執行主權。咁中國政府對於城寨有冇進一步嘅行動？咁喺缺乏法治管理之下呢，城寨就慢慢變成一個無政府狀態嘅3不管地方。3不管嘅意思就係香港政府唔可以管，
英國政府唔想管，中國政府唔敢管。咁所以九龍城寨呢一個咁特殊嘅地方呢，其實只不過係九龍城裏面一座由居民獨立自治嘅圍城。咁所以呢，大家就唔好混淆，九龍城寨就係九龍城。咁呢，九龍城寨裏邊嗰啲樓呢，其實起得好矮嘅，大概6-7層樓度高。咁又起得好密啦，咁樓同樓之間呢，又逼到實一實喎。咁之後仲有一啲發展緊嘅高樓大廈，咁越起又越高，基本上係遮晒成個天嘅，啲陽光係入唔到去。有陣時你企喺街裏邊，諗住我高頭望下個天啦，其實你只係會見到一啲好亂雜無章嘅電線啊，好多滴緊水嗰啲水管咯。咁我見到阿坡大部分嘅畫呢，其實都好黑暗噶，我就諗緊佢會唔會係想表達翻九龍城寨好黑暗無光啊，不見天日呢一個環境咯。其實呢，喺九龍城寨裏邊呢，有好多喺城寨外面嘅人唔會知道嘅秘密咯。咁呢，佢除咗係一個黑暗之城啦，其實佢都係一個罪惡之城。咁因為裏邊呢係一個黃賭毒嘅集中營。咁香港最為人熟悉嘅跛豪同埋慈雲山13太保嘅首領呢，當時呢都曾經活躍喺九龍城寨。咁喺裏邊呢，有啲地方叫棚仔。咁一到夜晚呢，買白粉嗰啲人呢就會點起啲蠟燭，咁就暗示話：哦，你要買白粉呢，就嚟我呢度啦。就因為成條街呢，晚晚都佈滿啲燭光啊，咁所以啲人就叫呢條街做光明街。我覺得呢一幅畫呢，上面呢好似有啲燭光咁樣，唔知阿坡係咪就係想表達呢一樣嘢呢？睇呢個畫展嘅時候呢，我覺得你會睇到每一幅畫嘅背後好似有一條秘密嘅通道，帶你入翻去九龍城寨，去睇到佢鮮為人知嘅秘密啦，同埋佢黑暗嗰一面咯。咁另外仲有3幅呢，我就覺得特別有技巧嘅，佢應該花咗好多時間落去咯，就真係畫咗成個九龍城寨嘅外貌出嚟咯。同埋呢，你見到佢有好多幅畫呢，都係一格一格一格咁樣嘅，就即係好似當時嗰啲屋好密集咁，一格一格凹凹凸凸咁樣啦。咁同埋我之前睇嗰個紀錄片呢，原來有提到九龍城寨呢，有啲叫煙格啊，即係當時嗰啲食白粉嗰啲人呢，就會入去嗰啲煙格嗰度，即係食白粉咁樣咯。我就唔知佢係咪都係表達咗呢一樣嘢。九龍城寨裏邊嘅環境衛生呢，其實係好惡劣噶。咁佢本身佢哋嗰啲坑渠呢係明渠嚟嘅，就冇坑渠蓋冚住。咁啲居民呢就會將嗰啲污水啊、屎屎尿尿啊，就會直接倒落個坑渠度咯。咁同埋呢啲人呢就成日周圍抌垃圾。咁因為佢唔係香港政府管理嘅地方啦，就唔會有人定期入嚟幫你哋清垃圾。咁就日積月累，越積越多，咁就會有好多老鼠就會出嚟啦。咁同埋呢，周不時你會見到有啲屍體，咁其實嗰啲就係即係吸食過量毒品嗰啲道友咯。咁嗰啲屍體呢，又要等幾日先至有人嚟收，咁所以就會變到笪地方係好臭啊，好污糟咯。因為九龍城寨係一個三不管嘅地方，咁所以呢，喺城寨裏邊做任何生意呢，都唔需要領牌噶。咁裏邊呢，就會有好多無牌嘅醫務所啊，無牌嘅牙醫診所啊。裏邊有條街好出名嘅，就叫做牙醫街。咁嗰啲無牌嘅食肆同工廠呢，就一定有啦。但係最驚嘅呢，就係佢有15間嘅無牌狗肉檔喺裏邊咯。就因為呢笪地方咁烏煙瘴氣，對於當時經濟起飛嘅香港嚟講係一個禍害，所以喺1987年，香港政府同中國政府達成咗清拆城寨嘅協議，剷除呢一個眼中釘。清拆工程喺1994年4月完成，亦都係香港最大嘅清拆工程。從此之後，呢一個喺香港史上最具神話同神秘嘅地方就從此消失。今年正正就係九龍城寨消失嘅30週年。呢一幅畫呢，我睇到呢就好似一幅好舊嘅牆啦，啲油漆都甩晒，就得返啲批盪喺度。但同時之間，你又會見到有少少色彩喺上面。咁我記得阿坡呢之前有講過，話佢細細個屋企呢就冇錢買畫紙，咁佢就會用佢屋企一幅又係甩晒油漆嗰啲牆，你喺上面就當畫紙咁樣係咁畫到滿晒為止咯。
咁喺阿坡畫展裏邊呢，有幾幅作品呢係帶啲色彩同埋有啲光芒嘅，咁嗰啲作品就叫做樂園。咁對比起佢叫做迷陣啊、幻象嗰啲作品呢，其實我覺得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咁樂園就好似比喻為城寨之外，咁因為阿坡細細個成日入去九龍城寨玩嘅時候，佢就好似入咗一個迷陣，眼前所見嘅一切嘅景象都好唔真實。因為雖然可能同佢住嘅地方只不過係一街之隔，但兩笪地方嘅生活環境呢係天淵之別。對於九龍城寨嘅小朋友嚟講，大廈嘅天台就係佢哋嘅樂園，但呢個樂園嘅環境都唔係咁好㗎咋，因為天台裏面呢佈滿咗好多俗稱魚骨嘅電視天線，又有好多棄置嘅家私垃圾，其實都幾危險。但只有呢一度，佢哋先至可以望得見天空，吸一啖新鮮嘅空氣。喺呢一度，佢哋可以睇晒成個九龍城同埋太平山，有時又會見到飛機升降。企喺呢一度就好似佢哋望得到佢哋嘅希望，希望有一日可以離開九龍城寨，甚至搭飛機去到另一個更好嘅國度生活。咁其實我睇到阿坡啲畫咧，佢都用咗好多唔同嘅顏料去畫啦，有 acrylic 啦，有 oil paint， 亦都有 ink。咁之餘呢，有幾幅畫我係特別中意嘅。咁有一幅呢，就我會見到係有一男一女喺度啦。其實我都係望咗幅畫好耐，我先至睇到，原來好似係有兩個人喎。但係其餘嗰啲朋友仔呢，就又睇到另一啲嘢出嚟咯。呢一幅畫呢，係我最中意嘅一幅。咁因為呢，當你好細心咁去望住呢幅畫嘅時候呢，你好似覺得呢幅畫呢帶咗你入去九龍城寨裏邊嗰啲好濕濕立立啊，好污糟邋遢、好黑嗰啲冷巷咯。咁我望住幅畫嘅時候呢，突然之間呢又閃過咗再見理想嗰個劇 set 帶個封面，因為呢個封面呢就真係阿坡走咗入去九龍城寨影嘅。咁我諗印象最深刻呢，就係嗰個小朋友同埋佢個表情。咁因為佢個表情，我覺得佢好表達到再見理想嗰首歌嗰個意思咯。因為你見到佢好似好滄桑啊，好迷茫咁樣。咁我又喺度諗啊，其實喺九龍城寨裏邊長大嘅小朋友，其實喺一個咁嘅地方成長，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覺得好絕望啊，好冇出路嗰個感覺咯？咁我之前都講過啦，咁因為九龍城寨裏邊嗰啲樓呢係起得好密嘅，啲人叫佢哋做握手樓啊，因為基本上你一打開個窗，伸長隻手就可以同你隔離鄰舍握手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佢哋嘅鄰里關係係好 close 啦。咁九龍城寨又成日冇水啦，咁如果佢哋要攞水嘅話呢，就會去大井街嗰度排隊攞水。咁可能啲街坊就成日咁樣會見到面啦。咁你幫下我捧水，我又幫下你晾衫，咁就衍生咗一個守望相助嘅精神，同埋好有人情味咯。即係唔同你而家，其實而家香港社會，你都未必會同你個鄰居打招呼。咁所以呢一啲回憶對阿坡嚟講就好溫暖咯。咁佢將佢對於九龍城寨嘅回憶而家放咗喺一件又靚啦又有價值嘅藝術品上面，咁我覺得係好好嘅呢件事。咁亦都可以俾下一代知道，其實香港曾經有笪地方叫做九龍城寨。今次呢個畫展呢，每一幅畫呢都有個標價嘅，咁大概6萬零蚊去到30幾萬都有嘅，咁有大有細啦。其實我覺得有啲畫真係太大，即係就算即係如果我有錢買，我諗我屋企冇咁嘅地方咯。咁當然我都好想我自己有咁嘅能力可以買一幅佢嘅畫擺喺屋企做留念。其實有好多畫都好靚，咁有一幅呢，就係畫咗應該係佢隻狗嘅藏獒犬，嗰幅係好靚，嗰幅係好突出嘅，即係我諗應該會好多人會中意嗰幅咯。哇！我想講啱啱睇完阿坡嗰個畫展咧，咁咧我想講佢有一幅畫好靚，即係其實有幅畫都靚，但係我特別中意佢有一幅咧係隻狗嘅畫咯。其實嗰幅嘢喺門口就已經睇到，嗰幅好靚啊！如果我有錢，我都想買翻一幅阿坡嘅畫咯。我見到10零萬咯，嗰幅畫差唔多20幾萬。我哋初去睇嗰陣時候呢，就5點零鐘，咁就冇乜人嘅。但係開始呢，就陸陸續續唔知點解多咗好多人嚟睇畫啦。
咁都好開心，即係見到原來都好多人支持阿坡，咁所以其實我都希望即係中意阿坡嘅人可以親身去呢個畫展嗰度睇，同埋有啲畫呢，唔同嘅角度係會真係睇到唔同嘅嘢，即係每個人睇嘅嘢都會唔同。嗱，呢一幅呢就有知音人買咗嘅，我見到佢價錢擺喺度就黏住咗個 sticker。之前睇咗阿坡個訪問呢，就話佢細細個畫完啲畫呢就抌嘅，咁佢一路抌呢，啲同學仔就喺後面一路執，就話哇啲畫可以賣㗎喎。咁其實阿坡就冇諗過今次嘅畫展可以啲畫賣到幾多錢，最緊要就係知音人咯。咁我都好希望呢，阿坡每一幅作品都揾到佢嘅知音人，個畫展好成功好圓滿嘅。